Dream 竟然赌上了$10,000和妈妈电话号码，他能够取得游戏胜利吗？趁杀手们还在思考如何做的时候，直接跳入水池逃生。之后 Dream 利用灵活的走位，一点一点的放掉杀手的血量。Dream 发现了一艘杀手遗留的船，想要驾船逃离，但是船身突然一顿，就知道事情不妙。原来 Bad Boy 又坐在了船后。Dream 知道此船不宜久留，但他已来到游戏的边界，让他发挥的空间非常的小。他还能够摆脱杀手的纠缠吗？他逃上岸之后，开始向上搭去，追过来的杀手不断挖 Dream 的墙角 ，Dream 不断的后退。难道 Dream 打算一直退让吗？下面的杀手终于够不到了，他打算垫高一块。Dream 趁着他低头的瞬间，手起刀落。之后乔治又追了上来，他直接上去就是一斧，然后瞬间放置木板，再次补刀将乔治击落，之后跳入水池逃离，逃回之前来过的村庄，赶紧收集干草垛。由于 Dream 身上无时无刻的发光效果，杀手现在正径直的朝他奔来。他以最快速度制作出面包，补充饱食度。当饱食度补满之后 ，Dream 仿佛换了一个人。乔治果然是 Dream 的好基友，给他送来了大量的面包和石质工具，用石锄挖干草垛的速度快多了。剩下的2个杀手也追杀了过来，他贴着边界来回折返。先吃面包补充饱食度，然后突然自信回头。他边吃面包边观察剩下杀手的装备，竟然是铁甲和盾牌，Dream选择暂时撤离。他发现了一个遗迹箱子，收集了一把附魔金剑，但是此时并没有拿出来用。Dream将追上来的杀手击落水中，连2个金块也挖掉了。之后他收集了大量的木头和树叶，这肯定是有大事要发生。还剩不到20分钟 ，Dream 意识到他只要拖过时间就胜利了。Dream 站在高处突然发现那把附魔金剑竟然有火焰附加的效果，于是他默默地拿了出来。下面的杀手害怕被杀，放置了床重置出生点。Dream 看准时机跳了下去，利用床作为缓冲，然后准备好金剑。火焰附加的效果不仅让杀手非常难受，而且还能够让 Dream 轻易的获得熟食。还剩15分钟 ，Dream 再次向上搭去。他站在高处又制作了一把剪刀，然后制作了一艘船，利用金块制作出金甲。而此时杀手们正在下方收集泥土，并且把附近的水池给盖了起来。Dream 并不着急，他继续向上搭去，把下面的木板烧掉。这是要断绝后路吗？时间还剩6分多钟的时候，杀手们终于收集到足够的方块搭了上来。杀手将自己四周都放置了泥土，但岂不知也给自己修建了坟墓。杀手们久攻不下，乔治想用激将法让 Dream 跳下去，没想到 Dream 真的跳了。之后 Dream 不小心被击落，幸亏末影珍珠拯救了他。时间还剩1分多钟 ，Dream 再次来到最高处，时间还剩30秒，杀手们已经没有了方块，站在下面干着急。而 Dream 此时竟然拿出了船，他坐在船里，难道这样能在空中漂浮30秒吗？这要不是亲眼所见，根本不敢相信，Dream竟然整整在空中漂浮了30秒，取得了游戏的胜利。